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呢個星期市場嘅焦點呢，就係鮑威爾喺8月22號喺 Jackson Hole 發表講話，大家都想知道幾時會減息喎。聯儲局最近公布一份名為《官方儲備重估》嘅國際經驗，喺幾十年嚟呢，聯儲局首次提及黃金價值重估喎，而可能重估黃金嘅價值為$10,000甚至更高，咁究竟係幾多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呢個星期市場嘅焦點呢，就係鮑威爾喺星期五8月22號喺傑克遜霍爾發表嘅講話。星期一至星期四，投資人靜待結果，納指亦因人工智慧被評論冇回報而大跌。到星期五，鮑威爾講話暗示降息可能即將到來，美國股市呢飆升啦。儘管鮑威爾強調咗對勞動力市場增長放緩嘅擔憂，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咧普遍走弱。事實上，經濟嘅疲弱咧可能導致美元走弱嘅，但投資者仍然對降息前景感到樂觀，交易員對此暗示表示歡迎添。星期五道指上漲846點，漲幅1.89%；標指上漲96點，升咗1.52%。納指上漲396點，升幅1.88%。截至8月23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97.89，道指報45,631點，標指報6,466點，納指報21,496點，黃金報$3,373，白銀報38.95，鉑金報$1,372。Fed Watch 工具顯示，9月減0.5厘嘅機率咧，從呢個月高位98% 跌至84%。咁9月係咪真係會減息呢？鮑威爾喺懷俄明州出席全球央行年會，佢喺預先準備好嘅講話中表示，失業率上升同埋通脹上升嘅風險並存。而穩定嘅失業率同其他勞動力市場嘅指標，令局方能在考慮調整政策立場時謹慎行事。不過，鑑於政策處於緊縮區間，基本前景及不斷變化嘅風險，可能令聯儲局需要調整政策嘅立場。報道認為呢番發言比鮑威爾之前嘅言論更直接顯示佢正在考慮減息。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下月好大機會減息㗎啦。鮑威爾又指，關稅喺未來幾個月可能進一步推高通脹，但時間與幅度仍存在不確定性。又指就業市場未有明顯走弱到迫使聯儲局減息嘅程度。即使今年招聘速度大幅放緩，失業率仍維持喺低位。隨着移民人數急劇下降，需要減少職位才能控制呢個失業率嘅。事實上，鮑威爾係冇肯定講9月會減息嘅。跟住，堪薩斯城聯儲局銀行總裁斯密德表示，對9月減息表示懷疑，認為喺控制通脹方面仍有好多工作要做。佢形容政策目前喺非常好嘅位置，要有非常明確嘅數據支持，先至可以調整政策嘅利率。克利夫蘭聯儲局銀行總裁哈馬克表示，美國通脹仍然過高，並喺過去1年持續上升添。根據佢目前掌握嘅資訊，如果議息會議喺明天舉行佢認為係冇理由減息嘅。另外，亞特蘭大聯儲銀行總裁博斯蒂克繼續維持今年可以減息1次嘅睇法。佢坦言呢個觀點存在好多不確定性嘅，強調不會死守任何嘅預測。未來政策會視乎經濟情況而定。最近我睇到一段有趣嘅新聞，究竟邊個俾關稅？
零售巨頭 Walmart 早於5月咧已經警告㗎啦，更高嘅關稅咧將迫使公司調高從香蕉到兒童汽車座椅等多種商品價格。最近美國網紅 Mercedes Chandler 拍片指出，佢親身到超級市場觀察後，發現價格咧明顯出現變化，顯示關稅咧已逐步轉嫁至民眾層面。佢喺8月初喺影片中展示佢喺美國大型連鎖店 Walmart 嘅實地拍攝片段，當中發現童裝價格由原先$6.98升至$10.98，升幅接近60%。影片喺社交平台流傳後，不少網民留言反映，佢哋亦早已察覺價格悄悄地調升。有網民指出，幾日前咧睇到店員撕走服裝嘅價錢標籤，當時咧仲覺得奇怪喎。亦有人天真地質疑，呢啲關稅唔係說由中國支付嗎？為何要我哋埋單啊？高盛經濟學家假設企業將透過提價方式，將最少70% 嘅關稅直接成本轉嫁給消費者。Oxford Economics 經濟學家 Michael 預計，通脹率將進一步上升至年底3.8%，因為關稅對消費者價格嘅影響將更加明顯。耶魯大學 Budget Lab 預計，美國消費者平均需要為進口產品多付18.3% 費用。該機構進一步估算，喺2025年呢，關稅措施將令每個家人平均每年額外支付$3,800，低收入家庭年度損失亦達到$1,700。所以未來1年美國通脹咧係難以避免嘅，問題係通脹會升到幾高？喺呢度想同大家傾下偈。據統計咧，最近每期大約有8000至1萬人次觀看呢個金融穿梭嘅，但點讚咧只係得600至700人。呢個真係令我有啲失望嘅。我希望大家喺睇片嘅時間咧，記得按下個點讚喎。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嘅。我希望喺今期咧有1500個點讚。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由於擔心關稅導致物價上漲，美國人比往年咧提前開始購物啦。預算緊張嘅家庭開支喺一個不太傳統嘅地方尋找更便宜嘅貨，就係當鋪。根據美國零售聯合會嘅調查，今年學校開學咧，家庭計劃支出較去年同期咧減少約2%。當鋪老闆告訴 CNN， 佢哋發現咧越嚟越多美國人咧嚟購買返學校嘅必需品。底特律當鋪 American Jewelry and Loan 老闆 Nesco 表示，鑑於目前經濟形勢，人們咧意識到佢哋可以去美國任何地方嘅當鋪，可以節省大量嘅資金。全國擁有500家當鋪嘅連鎖店 Easy Point 稱，當鋪價格可能咧比大型零售商便宜高達50%。該公司表示，尤其突出就係鞋啦、靴啦、電子產品同埋筆記簿電腦等返學嘅商品類別嘅增長。更唔使講啦，據美國當鋪稱，當鋪出售嘅商品咧98% 都係二手貨嚟嘅。呢意味住咧呢啲商品係免關稅嘅。我哋可以睇到過去3個禮拜大幅嘅增長，顧客咧正在出售珠寶同埋黃金嚟購買學校嘅用品。美國人咧不僅喺當鋪購物，佢哋咧亦都典當黃金，而且典當嘅數量咧龐大添。當鋪生意興隆，或許係經濟危機嘅信號。通常情況下，當鋪越忙，美國經濟處境咧就越差。禮拜二，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嘅一份報告顯示，至今為止咧，95% 企業嘅人工智能計劃都冇為企業帶嚟呢個回報，就係零回報。儘管企業對 AI 投資達到300億至400億美元，但呢份報告揭示咗一個令人驚訝嘅結果。麻省理工學院關於人工智慧熱潮嘅報告已經打擊咗市場嘅情緒啦。科技股嘅拋售潮咧喺禮拜三延續幾日，
投資者紛紛拋售部分今年以嚟咧推動股指上漲嘅股票。交易員表示，呢次拋售咧係冇單一嘅催化劑，但指出幾個可能嘅罪魁禍首，包括 OpenAI 執行長 Sam 最近嘅評論。佢認為人工智能嘅熱潮咧具有一啲類似泡沫嘅特徵。Annex Wealth Management 首席經濟學家 Brian 表示，我哋一直擔心科技股嘅價格，市場價格反映出非常激進嘅增長預期。每當價格取決於增長預期時咧，就會產生脆弱性㗎啦。喺2000年3月20號嘅封面故事問，那令人不快嘅爆破聲，好可能咧喺今年年底前咧就會出現。事實上，就喺同一日，當時最矚目嘅科技公司之一股價暴跌60%，隨後其他公司咧紛紛倒閉啦，數兆億美元嘅市值蒸發。現在華爾街一啲人擔心，人工智能 AI 熱潮可能好似2000年即將迎來泡沫嘅爆破。咁我相信歷史真係可能會重演。大家仲記得嘛？喺3月掀起對美國黃金儲備重新估值嘅熱烈討論。喺幾十年嚟咧，聯儲局首次公開談論黃金價值重估。喺呢個2025年8月1號，聯儲局公布咗一份名為《官方儲備重估》嘅國際經驗。報告解釋咗一啲政府如何利用黃金同埋外匯儲備嘅收益嚟彌補呢個損失或者減少債務，標誌著一個真正嘅轉變。黃金價值嘅重估不再係邊緣嘅話題，而係進入一個主流政策嘅討論。呢個點解咁重要呢？因為美國嘅財政正面臨壓力，債務高企，赤字龐大，難以找到簡單嘅解決方案。美國財政部對黃金法定嘅估值為每盎司42.22美元，該價格喺1973年設定嘅，之後咧就一直未變。相較之下，市場價格咧則呈現浮動嘅狀態，最近一直徘徊喺每盎司3300美元左右。呢個差距咧係非常巨大嘅。重新估價咧並不能出售呢個黃金嘅，佢只係將政府黃金嘅帳面價格抬高到更高嘅官方價格，從而產生會計嘅收益。呢筆收益咧隨後可根據法律同埋政策轉移到財政部。呢個只係紙面嘅文件。咁回顧美國咧有2次做黃金嘅重估嘅，就喺1933年至1934年啦。羅斯福嘅重新評估，當時咧係大蕭條嘅時間，羅斯福總統暫停咗黃金嘅兌換，隨之後咧將金價從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35美元，此舉導致美元貶值，並推高咗財政部黃金嘅價值，為新政提供咗資金嘅支持。第2次就喺1971年至1973年啦，貨幣嘅兌換率終結，同埋42.22美元。1971年美國終止美元對黃金嘅兌換。1973年國會咧將黃金法定價格設定喺每盎司42.222美元。呢一價格咧至今仍喺佢哋嘅帳面上面。再講翻聯儲局發布嘅官方儲備重估嘅國際經驗報告嘅重點咧係介紹過去30年間5個例子，分別係富拉索、德國、意大利、黎巴嫩同埋南非。佢哋咧都利用黃金或儲備嘅資產嘅收益嚟解決資產負債表嘅問題，其效果從抵消央行嘅損失到短期財政嘅紓困，呢啲國家咧都冇能夠獨自解決深層結構性嘅問題。目前美國面臨高額嘅債務同埋持續嘅赤字，貨幣嘅重估咧正被討論作為一種無需增稅或借貸即可籌集資金嘅途徑，至少喺理論上係咁樣嘅。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公共債務將接近或超過 GDP 嘅100%。如果唔進行重大嘅政策調整咧，預計咧仲會進一步上升添。一啲評論人士將黃金升值同埋更廣泛嘅儲備理念咧聯繫起嚟啦。一個數字咧總係被提起嘅，就係黃金每盎司1萬美元喎。咁樣呢個價格可唔可以站得住腳呢？1萬美元呢個數字咧並非隨意設定嘅，佢係為咗說明法定嘅價值
同市場現實之間嘅差距有多大。如果黃金定價更接近市場價值呢，政府呢將獲得數千億美元嘅帳面收益，但要涵蓋所有美國聯邦債務，蘊含價格將遠高於1萬美元嘅。咁該模型呢就指向35,800美元喎。喺7月19號金融穿梭，我指出美國逃避對其黃金儲備嘅任何審計，咁樣又點可能喺不提供黃金儲備證據嘅情況之下，將其黃金價格重估呢？至於聯儲局正在討論黃金重估，我覺得咧係話俾我哋聽一個重要嘅事情嘅，就係黃金喺金融體系中仍然發揮住至關重要嘅作用。問題係政策制定者可能會爭論如何進行審計同埋重估。當各國央行不斷購買黃金時咧，佢哋承認一個好簡單嘅事實，就係黃金仍然係好重要嘅。但作為投資者，你係無需等待美國國會修改法規嘅。透過今日你擁有實體嘅黃金，你可以為自己提供政府喺危機中尋求嗰種嘅保護，喺政策不斷變化嘅世界中咧，提供堅實嘅儲備。雖然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下月好大機會減息，美股黃金版喺星期五咧大幅咁飆升啦。不過大家要注意，似乎9月降息敞開大門，但並非萬無一失嘅，因為實際嘅基本面咧係冇改變。好似今期提到嘅關稅會引致通脹，高盛經濟學家假設企業將透過提價方式，將最少70% 嘅關稅直接成本轉嫁消費者。Oxford Economics 經濟學家 Michael 預計，通脹率咧將進一步上升至年底嘅3.8%。另外 AI 泡沫爆破可能引致股災。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一份報告顯示，至今為止咧，95% 嘅企業人工智慧計劃咧都沒有為企業帶嚟呢個回報，就係零回報。加上 OpenAI 執行長 Sam 最近嘅評論，佢認為人工智慧熱潮咧具有一些類似泡沫嘅特徵。呢個明顯同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十分相似。最後提到咧，經濟衰退將發生。美國人不僅喺當鋪購買返學嘅必需品，佢哋亦都典當黃金同埋珠寶，而且典當數量龐大。當鋪生意興隆，或許是經濟危機嘅信號。通常嘅情況下咧，當鋪越忙，美國經濟處境咧就越差。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咧，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而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咧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咧，我相信股災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當股災發生嘅初期，我預計黃金版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咧就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版亦會升至100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